最近有很多我的学员问我一个人明明可以生活得很好，那我还需要恋爱干嘛呢？其实这是两道题。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，其实只是在激发自己的善。你变得越来越热爱生活，你的感知力越来越强，你愿意去感受身边的花花草草，对于一些陌生的人，对于一些事，你有了更强大的包容性，你开始越来越返璞归真，你变得越来越善良，变得越来越温柔，这都是在激发自己的善意。谈恋爱其实是在修行人恶的部分。每一个人在感情当中，第一个恶就是贪，没有谁谈恋爱不贪心的，你谁都希望自己在感情当中是被爱包围的那一方。虽然每一个人都在讲你在感情当中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，你得抓大放小，但真正的贪心不是因为我要的多，修自己的贪念也不是说让自己要的少，而是要去思考我要的东西我应该怎么样合理的去得到。所以贪不能占便宜，不能偷懒，你要的多你也得做得多，付出的多。第二个恶就是嗔。感情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情绪的不稳定，就是情绪的波动。每一个人在感情当中都会发怒，都会因为对方没有给到安全感啊，没有满足自己的需求啊，而产生愤怒。而我们要去修的是我怎么样能够去表达我的愤怒。那很多人是在感情当中他喜欢隐忍，我不开心的地方我不说，我让你去猜，让他修的就是让你表达，让你能够去表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。第二个是你做了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们喜欢正话反说，甚至于喜欢去重伤别人。他要你修的地方是你怎么能够去托举自己的力气，能够平静的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不满，且不重伤他人。你只有修了自己的嗔，你才能够做到情绪稳定。第三个恶是痴。痴在普世的观念里面叫做执念，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明白看到事物本质，去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。我特别喜欢一句话，永恒是程度，它不是长度。任何感情，任何东西得到的那一刻开始就是失去的开始，所以我们得接受离开，我们得接受分离，得接受失去。用佛学的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我学会放下，我才能更好的拿起。那在佛学里边讲的痴，它讲的是明事理，作用于人的身上，就是你不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、利益和角度当中去看待一个人，去评判一件事，这是痴。你得去修换位思考，你得去修辩证，你对一个事情看到的多面性越来越多，你跟自己的和解程度就会越来越高。所以我经常讲，谈恋爱它是潜意识里最真实自己的呈现，它不仅能够看到自己最柔软的那一面，但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看到自己恶的那一面。你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自己人基本的欲望，合理的去接住和表达，甚至于得到或者说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那你的恶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以修行，然后你自己的善也被激发。这样的状态之下，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趋近于完整，他也才能够真的进入到一种无为的状态。